一个人如果英语不好，最好不要跟外国人装英语好，否则可能会失去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前几天不是全家出去旅游了吗？这次旅游早达向我提出了一个请求，让我借他一部手机，我就把我旧手机借他了。早达非常开心，一路上就拍照去用。那张大铁是怎么一个好面的人，你们也知道，受不了了。我也有。电话簿、工具箱。旅游的路上，老外就特别喜欢在车上拿手机放歌。早达现在有手机，人家也加入了。扎铁看着也得放。我也可以看。高端的音乐往往需要最简单的传播形式，那就是把手机摁关机再开机。你的手机是不是过上了好日子？过上了日子。你还别说，直接给布莱恩洗脑了。他爷布莱恩看着扎铁这老人手机就夸：哇哦，好有手电筒感的一个手机！我在加拿大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这个东西。扎铁一听来劲儿了，这几天就可劲儿给布莱恩安利自己的老人手机，说的天花乱坠呀，还教布莱恩怎么打电话才是最带派的。最后海滩上一堆人在看一个小老头教一个外国真老头怎么带派打电话。哇，你干啥呢？去虾。哇，你干啥呢？买东西的时候，扎铁告诉他爷随便挑，我付钱。他倒不是撒谎，每次扎铁用老人手机请客的时候，都有家长在旁边真给他付钱嘛，也没有人忍心告诉过他付款的时候这个逼是不管用的。你得第一声才能成功。扎铁跟他爷说：“你就不用管，你拿，我扫码就行。”扫完就走了。他爷爷很疑惑，问他 How do you pay for that？ 我不知道反正没人追我。布莱恩被彻底种草了，这不是爷爷奶奶第二天就要离开回加拿大了吗？扎铁还没忘了炫耀呢。你回加拿大，你可买不着这种手机了吧？他爷说：“那你就把你的cell phone give me 吧，把你的手机给爷爷怎么样？”张大铁本可以说他英语不好，然后找我翻译一下，人家不，直接标英文。他想说的是东北经典式反问：“我给你啥呀？我给你。”结果他翻译成英文说的是：“我给我用啥呀？我啥都给我用，我光给我一个，我傻呀？我给我用这个充电器，我都不给我，我都不给我。”结果呢，载奥达虽然会汉语，但是对东北特有的正话反说式汉语还没有完全精通。载奥达还热心肠的给布莱恩翻译了，他翻译的是：“我的弟弟说手机可以给你，把充电器也给你。”我们就去睡觉了，手机就留在了电视柜上。天真的我寻思，老两口要走了，挺圆满一个行程。我这次从海边回来很开心，以前不敢在海边疯玩，我这敏捷海风一吹，太阳一晒准泛红。遇到换季皮肤也会闹点小情绪，用镇炎速修精华放心多了。红利都在卖的院线品牌，4重蛋白合力修护，急救泛红，修护屏障，提亮肤色，让你一瓶感受3重焕变。老外的确是只听字面意思的直肠子。第二天，老两口回加拿大了，我家几口人一一惜别之后，布莱恩做完了和中国的一切道别。扎铁那一瞬间还挺难过，觉得哎呀多好的爷爷就走了。忽然我向你飞越温柔的吹，向你的拥抱把我包围。我向你飞多。那是我的，那是我的。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喜欢张大铁的观众，我建议你谨慎看这条视频，因为张大铁的奶奶太糊了，你看完心疼。我们一家来泰国玩了，我妈和我婆婆都来了。我问我妈，我说你不是有点看不上温迪吗？你咋最后还同意来了呢？我妈说我不放心，我觉得太危险。我说泰国没有那么危险。我妈说但是你婆婆有。我们这不就来泰国了吗？第一天坐船出海，在海的正中央，我婆婆提议要跳海。这一个提议出口，我婆婆、我老公、我小姑子在奥达，衣服一脱，噼里啪啦全跳下去。然后张大铁呢胆小，就说水里有老妖精，就不下。我几次尝试跟他沟通都被拒绝，我就跟大胖姐说，我说这样你就游到拿铁前边来，离他特别近。我呢一会儿就不跟他沟通了，我越说他越害怕。就一会儿我入水的时候，我在后边就稍微这么一推他，你马上你就接住。他一进水，他发现没事儿，那他就不害怕了。大胖姐说行 ，OK， 我接他来吧。这时候我婆婆就在后边喊 No， 怎么可以这样？我一听我很惊讶，我寻思啊，这外国奶奶其实也知道心疼孙子，你看平时挺虎，关键时候也知道保护。结果我婆婆说你听我的，咱们要把他扔下去。2秒钟才飘上来。张大铁被扔进大海之后才发现水里没有老妖精，家里有。然后我妈也不敢下水，温蒂提议要扔我妈，后来温蒂自己退缩了，没敢碰我妈。我就问发生了什么呢？早达说刚才姥姥让我跟奶奶说，她心脏里有支架，坏了赔10万，奶奶就走了。我不懂他们这是什么毛病，就是对跳水这个执念。前几天我去桂林出差，我要去参加一个晚宴，大胖媳妇作为受邀嘉宾的男伴本来也要出席，结果人家来的路上突然间想做竹筏赴约，人家竹筏划着划着，大胖媳妇就说要跳水，说太热想游泳，人船夫说不允许跳。大胖媳妇说我就想跳。船夫说那我不能担这个责任，你掉下去了那是你的责任，不赖我。我要是让你跳，那这就是我的责任。大胖媳妇说我懂你的意思。然后我被有人掉水里了。啊！妈妈怎么掉水了？
我在晚宴上，我寻思我家男宾咋还不到场呢？遥远的看出去，觥筹交错的背后似乎有2个落魄的身影，因为身上太臭没让他俩进，我只能独自美丽参加资生堂时光琉璃皇冠会，美美体验了全新升级的液琉璃面霜，它能拯救拉胯侧颜，这瓶整整10倍高浓 Cota Pro， 刺激首度破译的胶原之母 CCN2 轮廓蛋白，直接贵气侧颜纱稳稳拿捏，咱也能用侧颜大杀四方了。最离谱的是，我们这次在泰国坐那个香蕉船，那个船开的特别快，特别颠簸，很吓人，我们全家都上了，我就发现泰国真是一个没有规则和边界的神奇的地方。这船上最老的65，最小的才3岁呀，人家在海中央停了，开船的人朝我们喊：“哎，你们想掉下去不？”我说啥？他说：“我可以把你们的船开翻，保证你们全掉下去。”这个事儿回国之后，张拿铁是这么跟他姥爷说的：“我说我不掉，我奶说掉，我要掉。我说干什么玩啊？谁跟你跳呀？我奶非要掉。我说你可拉倒吧。哦，那你可挺厉害哈。然而实际上，张拿铁那天的真实状态是这样的：我说我不掉，谁让我掉？干啥呀你们？哎，给你们爆点料，我们家张拿铁测智商是一个天才，但是未来身高1.59米。是这样的，前2天我出差了，我妈在俺家，她就看着张拿铁和他爸也算认识1年多了，居然啥也沟通不了，全靠比划。我妈就担心张拿铁是不是智商有问题，发育迟缓，趁我不在就领他去测了个智商。然后我出差回来了，我一进屋，我妈当家直接冲我放了个大礼炮，给我吓一跳。我妈告诉我，你儿子张拿铁智商159，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天才，比巴基斯坦就低1分。我说妈，等一下，第一啊，智商160那个叫爱因斯坦。第二，这事儿听着有点玄乎呢，你先别跟别人说呗。我妈说全体领都知道了。我妈说这种情况人医生都说了，大概率是父母有一方就是那种超智商人群，但可能没被发现，孩子就非常容易遗传。我说妈，那我肯定不是天才。于是我跟我妈就一起看向旁边的大胖媳妇，母女2人的心里此时不约而同地问着一个问题：莫非她是一个天才？哎，正好放假，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我用24小时重新观察了一下大胖媳妇。早上我们带着孩子去游乐场，在路上他就问我说：“哎，老有人问我家住哪，我想礼貌的回答他们，但我又不想说咱家小区。你告诉我怎么能给到一个泛泛的回答方式？”我说：“你就说你家住九仙桥，九仙桥是一个区域。”大胖天才认真的记了一路，为了记住，在路上还比划呢，1、2、3、4、5、6、7、8，九仙桥。结果到了游乐场，人家问你们家住哪儿，如果近的话可以办卡。大胖媳妇立马抢答：“不近，我们家住七仙女。”不近，我家就在七所边。我都慌了，我说咱家为啥住七仙女啊？啊，对，是9，我咋把9记成7了呢？然后我妈呢，为了给张拿铁营造出一个要当科学家的这个成长环境，买了一个牛顿的画像，挂在了张拿铁婴儿床的正上方。我们回到家，大胖媳妇一进屋吓一跳，问我这人谁呀？这个人呢，他们课本中也学过，叫 Isaac Newton。他也不知道这个人在中国的名叫牛顿。大胖媳妇说，汉字哈我几乎不认识，但是牛我认识，非常厉害的意思。这个顿他得多厉害，让中国人给他赐姓的时候赐他姓牛。我一直很羡慕中国这一点，就你们老祖宗在给自己选姓的时候可以让自己姓牛，这事儿多牛！你没听说过一个外国人，哎，他姓 fantastic， 结果拿铁不吃这套，沉迷奥特曼无法自拔。奇妙积木新出了奥特超甲英雄，除人气英雄，还有人气怪兽加拉特龙，工艺质感太牛了，有积木骨架，好操作易上手，孩子纵享拼装乐趣，配备丰富道具，拼完还能继续玩，诚意满满。然而啊，很遗憾，张拿铁是天才这个事儿，它是一场骗局，因为我妈没告诉我全部实情。原来那个测试的诊所啊，他测出张拿铁智商紧逼爱因斯坦的同时呢，还测他未来身高1.59米，跟我妈说，哎，不得不说这是巨大的遗憾。然后我妈就买了人家20节课，说要按摩把他的骨头摁开，然后就长个了。我一听，我说这肯定是被骗了嘛，张拿铁和他爸这都不是天才。我在公园，当时我跟我妈说，我说妈，这肯定都是骗术。我妈不信，说张拿铁和他爸都是天才。我说妈，我求你了，你现在看一眼他俩。爸爸衣服都脱了。爸爸比他大，他比爸爸小，爸是他哥。你爸给你咋比？你爸给自己还整了个大的。爸整个大的。